我穿成了花式纹里的男炮灰，是2位男主的合租室友。某天我半夜因为尿急起床，却发现2男主正在卫生间里谈情说爱。醉了，你们这俩主角真是不把我当外人啊！陆家是个直男，却意外穿进了一本交通发达的花式纹里。没错，就是那种没有节操的花式纹。但幸好他穿的这本书是1v1，不然他真的会发疯。而他的身份是2位男主的合租室友，一个大房子里住4个人，3个体验民间疾苦的富二代，2个给子，只有他一个牛马。刚开始为了苟活，他每天在房间里睡觉时都不敢脱裤子，甚至斥巨资换了房间门锁，胆战心惊，生怕晚节不保。结果2天下来，硬生生的捂出一屁股痱子，男主们却连他名字都没记住。他咬着枕头默默哭泣，马德，这真是让人既伤心又高兴。次日，陆家被另一位炮灰室友的关门声吵醒，挠了挠还在犯痒的屁股，他迷迷糊糊出了房间准备洗漱，发现主角裴佳瑜正拎着一袋豪华早餐进门，他赶紧狗腿的迎了过去，结果裴佳瑜只是冷着脸点了个头，然后无情的和他擦肩而过。陆家，好，是他自作多情了兄弟。他默默的换着衣服，余光瞥见裴佳瑜径直朝另一主角时运的房间走去，声音轻柔不已，小运，起来吃饭了。只听房间里传出一声嘤咛声，陆家好奇的探头瞅了眼，白净漂亮的时运爬在床头和裴佳瑜说着话，模样乖巧，搞得裴佳瑜眼里满是柔情。陆家看得直起鸡皮疙瘩，忙不迭拎着包溜出合租房，则还没确定关系呢，就这么黏糊，那要是真在一起了，这合租房的承重墙都会塌吧？家人们没开玩笑，花式纹主角就是这么反人类。他立马开始搜索着装修工人的联系方式，主打一个未雨绸缪。刚保存了几位装修巨匠的电话时，陆家的肩膀被人拍了下，他一扭头，是另一位炮灰室友，也是和他们3同一个公司的。那人朝他怀里塞了份早餐，陆家立马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谢谢兄弟，吃吧。其实这个炮灰室友家境长相和受欢迎程度都不输2位男主，但是拿了配角剧本，所以只能含恨和他一样当炮灰。陆家几口吃完早餐后，发现那人正直勾勾的看着他，一向冷淡漠然的俊脸上此时有些莫名的意味。陆家疑惑，怎么了周庭深？路人家，你有没有感觉时运和裴佳瑜有些不对劲？没错，路人家是他，谐音路人甲，丑丑。炮灰的名字就是这么没有内涵。陆家暗暗操蛋的了2声后，淡定反问，怎么不对劲啊？我感觉他俩总是黏在一起，跟谈恋爱一样。遨游兄弟，你发现了话点哦。作为剧情推进的重要一环，陆家开始为主角铺路，谈就谈呗，咱这都21世纪了，恋爱自由，你不会歧视他们吧？我告诉你哈，小运和老裴平时对咱们挺好的，其实不利于咱合租房和谐。他故意绷着脸提点他。炮灰室友周庭深去了他一眼，神情淡淡的摇摇头，没有，我就是想确定一下你是否反感。我当然不反感了，都是兄弟。陆家乐呵呵的拉着周庭深往公司走去，却不经意的瞥见他好像扫了一眼自己的屁股，只是那个目光过于淡然正直，他也就没多想。在公司摸了会鱼后，陆家看到2位主角才姗姗来迟。原本时运是和他一同进出的，但是裴佳瑜此时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心意，直接不动声色的把时运诓到了自己身边，占有欲十足。此时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骚话，搞得时运眼睛里波澜流转，羞的耳朵尖都泛着红。周围的炮灰配角同事们都是典型的眉毛下面2个蛋，只会眨眼不会看的瞎子。除了陆家，瞅着这画面，他不由得猥琐的啧了一声。看来时运离开窍也不远了，希望本市所有的酒店做好1级响应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3次世界大战。就在他暗暗唏嘘的时候，旁边工位的周庭深忽的开口问了他一句，路人家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男人？陆家一怔，这他哪知道，他可是钢管直男。但他还是热心解释，我觉得应该和对女性差不多，对喜欢的人有占有欲和冲动。你看老裴就是每天把小运圈起来，我昨天对着他笑了笑，都被老裴瞪了好几眼。那你会对同性有冲动吗？陆家嗤笑，我是18K 精纯直男啊，当然只爱软萌妹子，是吗？炮灰室友微一抬眼看向他，目光黑沉沉的。裴佳瑜之前也说自己是直男，主角变弯那是必然趋势，他那能一样吗？看着周庭深那充满探究欲的眼神，陆家怕他这个直男也是担心自己一个屋檐下的基佬影响，立马信誓旦旦的保证，放心兄弟，我会陪着你的。周庭深逆着他，许久轻笑了一声，懒洋洋的意味深长的。之后的日子，2位主角的感情堪称突飞猛进，就差临门一脚踹翻那纸糊的柜门，不过也差不多了。就在陆家准备帮他俩互通心意的时候，一进厨房却发现他俩正在腻歪。陆家面无表情的停住脚步，也对，这种3观尽碎、节操骨折的花式纹，先确定关系再开车属实扯淡。明确关系后的裴佳瑜简直骚得不得了，当晚他故意把水洒在自己床上，然后提出要去时运的房间睡觉，时运自然没有拒绝，红着脸把人迎进了房间，门关住，却遮不住一片悉悉索索的动静。陆家默默的都戴上了隔音耳机，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小龙虾配角，希望今晚他俩能控制一下自己，毕竟这房子的隔音效果也就那样。事实表明是他想的不全面了。等他好不容易睡着时，迷迷糊糊的听到隔壁有开门声，他起初也没在意，以为有人起夜，可睡意朦胧间，他的尿意愈发明显，膀胱憋得都有些难受，他只好睡眼惺忪的起身出了房间，却发现卫生间里的灯没亮，没人，难道刚刚是他看花眼了？就在他准备开门进去时，突然有人从身后把他往后揽了下，他直直的撞入一个胸膛里，别动！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低不可闻。陆家正要挣扎的动作一顿，周庭深怎么了？他没敢动，下意识用气声回应。周庭深轻叹口气，嘴唇贴着他的耳朵说了句话，热气扑进，弄得人耳朵痒痒的。老裴和小石在里面。陆家一猛，立马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他就无语了。家人们不开玩笑，厕所里俨然是奥特曼和哥斯拉的世界大决战。平时腻歪他忍了，但你们这俩男童现在是不把他当外人啊，整得他和周庭深也是你们 play 里的一环一样，是不是不发火就把人当傻子啊？有时候他真的想直接在这2个主角的爱河里撒尿，烫死这俩诡计多端的男童。碍于他的膀胱实在是要爆炸了，周庭深直接把懵逼的他带出了家。
家门。陆佳穿着拖鞋直奔小区里的公共厕所，周庭生估计也是憋坏了，在他旁边一起脱裤子。男人嘛，总有点莫名的攀比心理，他就不动声色地朝旁边瞅了一眼，这一眼差点给他整破防。路人甲，你在看什么？周庭生淡淡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陆佳心虚的干笑两声，收回视线，呵呵，没看什么，我就是在想，我们上完厕所要直接回去吗？你困吗？他悲催的瘪嘴，当然困了。周庭生慢条斯理的提起裤子，那就回去。可是老裴和小韵，陆佳欲言又止，主要是他真的不想大晚上听他们的现场直播，怕尴尬的话，我有个主意。陆佳一喜，什么主意？周庭生懒洋洋的甩了甩手上的水，撩起眼皮看向他，你今晚来我房间。陆佳，周庭生这一句话直接把陆佳 CPU 烧干了，啥玩意儿？看着他怔住了，周庭生才又补了一句话，来我房间一起看电影，看完他们也就结束了，你就可以不尴尬的睡觉了。他这么一说，陆佳有点心动，两个人尴尬总比一个人尴尬好。再说周庭生房间最贵，隔音效果也好，他俩光明正大的看电影也不会主角们发现。这样的话，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陆佳立马同意，轻手轻脚的跟着周庭生回了合租房。卫生间里还在打仗，那动静他一个直男听了都脸烫。可瞅着周庭生那异常淡定的神色，他也就跟着淡定了。拿上手机后，陆佳轻手轻脚的往周庭生房间走，可能是做贼心虚的缘故，他走路时突然脚一崴，一句卧槽还没来及说，他的腰就被人稳稳揽住。陆佳心有余悸的偏头朝着周庭生小声道谢，谢了兄弟，不然我就得摔一屁股蹲。房子里黑的可怕，他有些看不清周庭生的表情。隔了几秒后，只听见周庭生低低的回了一句没事。陆佳顾不上疑惑腰间那过于灼人的手心，只是感动的泪流满面。看看他们直男的感情就是这么纯粹简单，出淤泥而不染。陆佳在周庭生床上乖巧的盘腿坐好后，周庭生也关好门上了床，借着宿舍外那一点点月光，他看到了周庭生半躺下时臂膀微微用力时显出的肌肉线条，墨色的发利落的侧脸，但凡这是个狗血虐恋文，周庭生这美色绝对妥妥的男二。陆佳不着调的胡思乱想着，随即问周庭生，我们看什么电影呀？周庭生坐到他旁边，然后把自己的平板解锁后递给陆佳，像只听话的大狗，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陆佳随便翻了个封面分外血腥的国外恐怖片，看这个吧。周庭生没意见，就这样他俩一人戴着一个耳机，并肩靠在墙上看着。这电影起初还可以，各种吓人的镜头让陆佳十分害怕的往周庭生身上靠，大腿相抵，臂膀相依，都是直男兄弟，他大大咧咧的没多想什么。周庭生倒也好脾气，没推开他任由他蹭着，但是越看陆佳越觉得不对劲，不是两个男主怎么突然拉起了手？他俩怎么抱上了？卧槽，这电影不对劲啊！陆佳看着电影里那臭不要脸的画面，目瞪口呆，一张脸直接红成了猴屁股。花式文里的恐怖电影都如此的无下限，这让他和周庭生两个直男情何以堪？呸！陆佳匆忙想暂停，却忽地被一直一言不发的周庭生按住了手。周庭生说嘘，他俩出来了。陆佳下意识僵住，于是乎他一只耳小心的听着主角们细细簌簌的动静，一只耳被迫听着这电影里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动都不敢动。在这磨人的凌迟里，周庭生按在他手上的掌心却愈发烫了起来。陆佳狐疑的侧头瞥向周庭生，不是，这小老弟怎么突然发烧了？等陆佳整个人尴尬的要抠出3室一厅时，房间外才静了下来。两位主角估计是回房间睡觉去了，他赶紧把电影暂停，扯下耳机。周庭生，我不看了，他们睡了，咱们也赶紧睡吧。陆佳抽出手，准备下床回房。出门时还是没忍住小声回头问了一句，周庭生，你的手刚刚好烫，是不是发烧了？周庭生依靠在床头，低低的说，没，就是有点热，这都快冬天了还热，是看恐怖电影热，还是看里面的某些片段给整燥热了？后者的这个可能性让陆佳立马猥琐的咧嘴笑着，哟西，原来炮灰纸片人也会这么躁动啊！他哥俩好的探手拍了拍周庭生的膝盖，兄弟今晚谢了，你早点睡，别太激动。说完，陆佳就溜回了自己的房间，没了主角们的造作，他的睡意渐起，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可迷迷糊糊之际，又听到门外有了动静，今晚的厕所忙得很啊！陆佳翻了个身，彻底睡死了。主角们依然每天腻歪着陆佳这个炮灰，偶尔跟着时运，想知道他们的剧情发展到了哪一步。时运单纯可爱，什么都喜欢和他分享。有时候陆佳感觉自己的耳朵都骚得不能要了，他俩的亲密搞得裴佳瑜很不爽，以为陆佳看上了他的宝，连周庭生都对陆佳频频侧目。为了保住自己直男的人设，陆佳只好没再刻意打听什么。细细回想着这部小说的剧情进度，现在才到30%左右，要到100%正文完结时，他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看来他得主动一点推剧情了，不然实在接受不了每天晚上被迫失眠听墙角和听他们爱情故事的痛苦了。每天精神萎靡到宛如一条死狗，黑眼圈都他们要掉到脚后跟了，搞得纸片人领导天天批评他，工资咔咔扣，都怪他当初不小心点开这本花式文时，因为三观被震，所以不小心吐槽了几句男同，之后便被迫穿书进来，日日接受着精神的洗礼。当事人表示很后悔，不该那么嘴欠。陆佳看着正在公司茶水间里腻腻歪歪的主角二人，悠悠地叹了口气。旁边的周庭生把一瓶水递给陆佳，语气淡淡，带了点独特的冷感。你一直盯着时运干什么？也想让他给你倒水喝？不学，我是在想一件事，这周双休没事干的话，咱们一起去泡温泉吧。陆佳乐滋滋地拍了拍周庭生的肩膀。在原书里，泡温泉占据了极多的篇幅，各种妖艳贱货配角轮番出现，主角起了误会，然后按照花式文的逻辑来几番天雷勾地火的恩爱，误会解除，感情更深，世界大同，所以他得赶紧把主角拉过去走剧情，到时候他们各种扯头花，陆佳就美滋滋地拉着周庭生等结束就好，理所当然的。时运听到出去玩，立马开心的点头，裴佳瑜自然也就宠溺的答应了。周庭生看着陆佳缓缓点头，陆佳乐得一拍大腿，成，那这周就去。这舍身炸粪坑的勇气，谁懂啊？家人们，周五晚上，他们4个人就都去了郊外的温泉旅馆，看着主角们已经拉丝的眼神，陆佳赶紧懂事的把周庭生扯到了一边，哥们儿，这2天你就跟着我，别打扰他俩。周庭生睨了眼被陆佳搭在他肩膀的手，然后偏头看向陆佳，为什么？我以为你很想和时运在一起玩，则谁想打扰他俩了？人家小情侣恩恩爱爱的，咱俩去不合适。周庭生勾了勾嘴角，好，那我们去干什么？来都来了。
了，咱也去泡个温泉吧。陆家笑眯眯地把周庭生拉去了一个小池里，雾气氤氲，水声哗哗，让人舒适不已。陆家正仰靠在那里享受的时候，忽地感觉水面波动起来，睁开眼一瞅，周庭生正好淡着脸坐到了他旁边，那弯腰俯身时的8块腹肌差点闪瞎陆家的狗眼。他自诩直男，但面对如此直观的男色时，还是有些不自在的移开了眼。可怎么了兄弟？那边能听见老裴他俩的声音啊！陆家竖起耳朵仔细一听，哗哗水声下是他那2位主角室友腻腻歪歪的声音。马德，你们这俩给子在宿舍秀恩爱，来泡温泉也秀。陆家实在不想听现场直播，便扯着周庭生往房间走去。咱还是去房里看电影吧。你不等时运啊？我等他干什么？陆家懵逼，没什么。周庭生没再说什么，起身裹上浴袍就和陆家离开了。开房的时候，陆家留了个心眼，让他和周庭生的房间并不挨着2位主角，所以今晚可以美美的睡一觉。老周，今天咱哥俩继续看电影吧，还看上次那个？可不了，咱看科幻片。陆家就不信科幻片还能搞黄色。事实证明，花世文真的名不虚传。陆家看着那跨越人种的爱情片段，满心操蛋之情，没好意思看周庭生的脸色，他直接抬手换了部电影亲情片。陆家就不信了，可片刻后，他真的人妈了，你这他妈的都突破伦理了，3观直接粉碎性骨折啊！陆家臊着脸，准备再换一部电影，抬手时却不小心擦过了周庭生的膝盖，刚想下意识的道歉，手就被人攥住了，手心烫的陆家一个激灵，周庭生又像是发烧了一般，他立马联想到那晚周庭生因为激动而燥热，今天不会也。陆家贼兮兮的扭头看向周庭生，准备打趣几句，却发现周庭生根本没看他，而是继续盯着电影界面，眼睫微垂，遮住了他眼里灰暗的情绪。老周，陆人家，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演员有点像你啊？陆家不明所以的瞅了一眼，哪里像了？周庭生这才侧头看向陆家，眸子幽邃，声音哑哑的，腰都很细，他的眼神直白不讳，怎么看怎么不对劲。陆家不自觉挺直了腰，这周庭生怎么突然有点给力给气的？正不知所措时，陆家的手机响了，是时运打来的，他松了口气，慌忙接起来，时运的声音软绵带痒，听得陆家直起鸡皮疙瘩。喂，小陆，我和裴佳瑜要去野外烧烤，你和周哥来吗？一旁的周庭生起身往卫生间走去，姿势有一丢丢怪异。我不去。陆家本来也不想去的，但他在这里着实有些尴尬，尤其刚刚周庭生看他的眼神不对劲。去，稍等哈。陆家匆忙出门时，瞅到卫生间的门紧闭着，里面是哗哗水声。这炮灰室友怎么回事？是不是也被花世文这种风气影响了？他挠了挠头，还是忙不迭离开了。等陆家到了主角们野外烧烤的地点，发现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他回想着小说里这一段剧情，应该是裴佳瑜的朋友们特意来找他玩，其中有个猥琐男看上了时运，还有个炮灰女配一直暗恋裴佳瑜，这2个卧龙凤雏一拍即合，准备用下作手段合伙撬墙角。但主角毕竟是主角，有主角光环，这都不是事儿。眼瞅着这些大戏即将在面前上演，陆家还是有些小激动，立马窜过去当观众准备吃瓜。不得不说，那猥琐男还挺人模狗样的，在和陆家不经意交流时，笑得都挺斯斯文文。但没一会儿，陆家就看到猥琐男鬼鬼祟祟地往一个杯子里下药，然后朝着他和时运这个方向走来。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剧情点走来了。就在陆家纠结怎么才能让时运少遭罪时，猥琐男却在他面前停下了。只见猥琐男把杯子递给陆家，语气暧昧：“小可爱，认识你很高兴，要不要一起喝一杯？”那玩意儿，陆家看着那杯明显掺了迷药的酒，直接露出地铁老人看手机般的迷惑表情。大哥，你认错人了吧？他嘴角抽搐，干笑2声后推辞着：“不好意思兄弟，我不喝酒。”猥琐男不放弃，就喝一小杯。你是老裴的朋友，自然也就是我的朋友。既然这么投缘，我想和你多交流交流。你那是想和我做朋友吗？你那是馋我的身子。下贱！陆家在心里呸了一声，但这猥琐男是这段剧情的重要配角，陆家还不能直接抬手给他一笔动，只能假笑着再次拒绝。猥琐男冷了脸：“小可爱，你这是不给我面子。”旁边的时运看他俩气氛不对，立马主动接过酒杯。小陆确实喝不了，我喝就行。说完，没等猥琐男说什么，就把这杯带着迷药的酒一饮而尽。他的眼神很快迷离起来。陆家大震，急忙夺过酒杯，踹开猥琐男，扶住手脚发软的时运：“小运你怎么样？我没事，就是热。这一杯迷药下去，可不得热得你哭爹喊娘吗？”陆家匆忙想抱起时运去找裴佳瑜推剧情，结果手刚搭上时运的腰，就听到2道阴恻恻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你俩在干什么？陆人家，你给我把手撒开！”陆家一怔，抬头就看到裴佳瑜和周庭生站在面前，那脸色就像刚挖了煤一样，一个比一个黢黑，尤其是周庭生，身上还带着点刚洗完澡的水汽，似乎是刚洗完澡就来找他，只是那眼里的眼刀虚虚的，仿佛在控诉陆家怎么突然脱离了直男阵营。陆家生无可恋的闭了闭眼，完犊子了，怕是给整误会了。关键时刻，陆家的求生欲立马上头，他3两句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解释清楚，然后懂事的把时运塞给裴佳瑜。就是这样，我什么都没干。裴佳瑜脸色才缓和几分，道了声谢后抱着时运就走了。陆家看着他俩那略显暧昧的背影，默默替时运的腰上了炷香，之后打脸猥琐男和女配的事情，陆家就不参与了。裴佳瑜一个人就能搞定。刚松了口气，准备和周庭生感慨几句，就被周庭生拉着往房间走。陆家稍稍挣扎：“老周怎么了？你攥得我有点疼啊。”“兄弟大哥，我烧烤还没吃几口呢，你气什么？刚刚不是你说的不来吗？”周庭生却一言不发的绷着脸，直接把陆家带回房里。啪，门一关，周庭生给了陆家一个壁咚，这充满暧昧的姿势让陆家瞬间有些不自然起来。“老周，你这是干什么？你喜欢时运？”周庭生淡声问。陆家懵逼的摇摇头：“怎么会？我是直男啊！可你这些天的举动似乎不像直男。”被质疑性取向的陆家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立马反驳：“放屁！你给我整套测试题，老子肯定100%直男。”片刻后，看着那套性取向测试题的最后结果，陆家沉默了。谁他娘的来告诉他，这个双性恋是什么意思？是 bug 吧？肯定是 bug。他不信邪又测试了一遍，结果还是双性恋。陆家怒了：“这个题有问题，我怎么可能玩？我可是纯直男，肯定是受花世文影响了，哪有问题？你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周庭生去了陆家一眼，慢条斯理的开始做题。陆家
家就不信这个纯直男炮灰也会出错，然后他就看到了周庭生的测试结果，周庭生弯了，还是100%纯弯的那种。这下陆家傻了，随即愤愤道：“你看，就是这个题有问题。”周庭生没说什么，又做了几套题，所有结果都显示他是100%纯弯。陆家彻底懵逼了，总不会所有套题都有毛病吧？所以周庭生，陆家颤颤巍巍的看向周庭生，紧张的吞咽了口水。大哥，你真弯了？我弯了。陆家啊，花式文果然牛逼，连配角的性取向都能影响。他刚想安慰周庭生，却发现周庭生看向他的视线炙热的不得了。陆家下意识捂住自己的屁股，结结巴巴的问：“呵呵，那你怎么弯的呢？”因为你。周庭生朝陆家微微俯身，姿势强势，语气却温沉，他的眼神里是不加掩饰的喜欢。有时候陆家也挺无助的，一个直男对他说：“因为他而变弯了。”陆家的眼里闪过卧槽，什么玩意儿？真他妈离谱等一系列变幻莫测的复杂情绪，心里仿佛有数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他想直接拒绝，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最后只能视死如归的说出了秘密：“周庭生，其实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这样喜欢我，我不可能给你任何回应的，你死心吧。”周庭生听完，只是淡淡的点头，神情没什么起伏。我知道。陆家下巴差点惊掉啊！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清冷的男人后退一步，拉开和陆家的距离。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因为我周围所有人的脸都是一模一样的，普通无特色，甚至所有人的运动轨迹都是机械的、固定的、受控的，像是在为谁服务一般。直到我看到了你，你的脸和别人不同，你鲜活开朗好看，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你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所以我会不自觉把视线投递到你身上。看你一直靠近和撮合时运和裴佳瑜，你似乎早就知道他俩会成为一对，对吗？陆家被他这精准无误的话语搞得懵逼不已，像是被一锤子砸懵的狗，眨了好几次眼睛才回过神。卧槽，纸片人现在都这么聪明吗？陆家佩服的竖起大拇指，兄弟，你这智商不到男主真是可惜了。男主，所以这个世界是一本书。周庭生精准地抓住了陆家话语里的重点。陆家点头，最后还是慢吞吞地告诉了他真相。是的，这是一本虚拟的双男主爱情文，没节操的那种。老裴和小韵是主角，我们都是炮灰配角。我不小心穿了进来，只有等正文结束后，我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周庭生抿着唇，静默许久后才沉沉地问：什么时候正文结束？大概咱们年假结束时，老裴和小韵会从合租房搬出去，那个时候我就会离开了。所以周庭生，我们还是哥们儿，你懂吧？陆家再次委婉地拒绝。周庭生嗤笑两声，撩起眼皮看向陆家，眸色深重。我可不想和你做哥们儿。陆家噎住，最后生无可恋地叹了口气，完犊子了。穿书还穿出了一段桃花债，造孽啊！为了避开这段孽缘，陆家当晚重新开了个房间自己睡。嫣嫣回房时，恰好碰见裴佳瑜在教训作死的男配女配。好的，剧情已经完成了80%左右，只要再苟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是周庭生怎么办？陆家烦躁地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无声哀嚎。次日，陆家故意避开和周庭生一起走，甚至回了合租房，也一个人在房间窝着，更别提在公司里避嫌了。周庭生没来打扰，只是依然会帮他带早饭、占座位、处理工作事宜，这倒搞得陆家好像是个无情的渣男一样。几天下来，时运察觉到了不对，凑过来关心：小陆，你和周哥吵架了吗？没啊。陆家下意识否认。可是你以前都是黏着周哥的，自从温泉旅馆回来后，你俩就一直很生疏。没这回事儿，就是我最近有点忙。好了，你快回去吧，你再和我说2句话，老裴就该揍我了。陆家笑嘻嘻的打去，时运脸一红，蹦蹦跳跳的转身和裴佳瑜秀恩爱去了。陆家看着他俩亲亲抱抱，眼神逐渐飘忽。刚开始看他俩腻歪，陆家心里还是有点反感的，但现在可能是看久了，竟然觉得还挺般配，也不抵触了。陆家轻笑一声，也对，有什么可抵触的？他可是21世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青年。其实某种性取向可不是他的风格。过完年差不多就要离开了，一直和周庭生闹别扭，着实太不男子汉了。他还是很珍惜和这个纸片人的友谊的。这么想着，陆家侧头看向不知从何时起就一直静静看着他的周庭生，喂老铁，今晚排位不？回了合租房我带你飞。周庭生眼睛一亮，打。陆家和周庭生和好了，周庭生没再说喜欢他，反而真的像一个极好的朋友一般陪伴着。久而久之，陆家都差点怀疑自己在温泉旅馆那晚是不是幻听了。年假时，陆家跟着这个世界的父母过年，周庭生见不到他，便开始每天陪他微信语音聊天。他们谈游戏，谈工作，谈2个主角，甚至偶尔陆家还会谈自己原来世界的事情。周庭生每次听完都会低低的说一句：要是我能跟你离开就好了。陆家攥着手机的手一下子收紧，好半天不知道回什么，心里泛起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离不开的，周庭生是虚拟的纸片人，他是真实世界的人，不会有交集。新年悄然而过，年后复工第一天，陆家和周庭生一起收拾着落灰的合租房。这时，刚到的2位主角提出要搬出去住，两人眉眼间皆是幸福之意。陆家正问片刻后，笑着打趣几句，然后给予了友善的祝福。而周庭生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陆家。陆家没敢回看。没几天，主角2人搬走了，陆家热情地把他们送到小区外，看着他俩的背影，心中无限感慨。他们搬走后，意味着剧情已经正式走完。陆家和周庭生沉默地站在小区门口，谁都没有开口。忽地，陆家的身体开始渐渐透明，周庭生立马死死牵住他的手，薄唇紧抿，眼瞳震颤。路人家，陆家没有抽回手，只是笑着看向他。别怕，周庭生，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我其实不叫路人家，我叫陆家。陆家，你会记得我吗？陆家认真地点点头，会的，我会一直记得你的。再见，周庭生，我要回我的世界了。说完，陆家在周庭生沉沉的视线里逐渐消散。在彻底离开前，他仿佛听到周庭生说：我也会一直记得你，陆家，因为我爱你。陆家来不及回复，就彻底失去了意识。再次睁开眼时，陆家正躺在
在自己的床上，手里捧着手机，屏幕上是他吐槽过的那本花式文。此时界面最后一句显示着正文完，陆家缓了好一会儿神，才带着无比唏嘘的心情重新看了遍这篇文。可能是经过真人版的冲击，他现在已经能面不改色的看完这些无下限的文字，只是越看眉头越紧，因为这篇文里有时运和裴佳瑜，有周庭深，却根本没有叫路人家的炮灰。什么情况？他的穿越痕迹怎么都被抹去了？陆家快速浏览，心沉到了谷底。直到正文结束后，他才看到一个番外，是周庭深视角的番外。在他的视角里存在着路人家这个人，他注意到路人家喜欢上他，最后爱上他，可这个人消失了。周庭深一直在寻找，找了一辈子。而此文的作者在评论区也是一头雾水。家人们，我没写这个番外啊，而且我删都删不了，应该是出了 bug。陆家嗓间顿时有些哽咽，这不是 bug， 因为他真的存在过，只不过所有人都忘了，只有周庭深记得。而周庭深对他的那句表白也一直萦绕在耳边。陆家收起手机，心里无限酸涩，好想他啊。原以为周庭深会成为记忆里的一部分，直到陆家去新公司报道。那天报道完，陆家准备去找同样刚上任的经理签个字，结果推开门的下一秒，人傻了，因为经理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男人，长得和周庭深一模一样，甚至连垂眼时的淡漠感都如出一辙。似乎察觉到有人进来，男人抬眸看向陆家，然后嘴角微勾：“你好，我是新任总经理周庭深，以后将一起共事，请多担待。”陆家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眼前的人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周身散发着成熟稳重的气息。可那张脸，那双眼睛，甚至连说话时微微挑眉的小动作，都和那个虚拟世界里的周庭深一模一样。陆家，周庭深见他半天没反应，起身朝他走了2步，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你没事吧？”熟悉的声音将陆家从争冲中拉回现实，他猛地眨了眨眼，喉咙发紧，好半天才挤出一句：“没事。”这怎么可能？周庭深不是虚拟世界的纸片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又是穿书？可这分明是他自己的世界啊！房间的布局，窗外的街景，甚至办公桌上放着的他入职时提交的资料，都无比真实。我是周庭深，昨天刚入职负责公司的市场部。男人伸出手掌心温热 ，HR 说你今天过来报道，以后就是同事了。陆家盯着那只手，迟疑了很久才慢慢握上去。指尖相触的瞬间，他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皮肤的温度和肌理，真实的不像话。陆家，他报上自己的名字，声音还有些发飘。周庭深的指尖在他手背上轻轻摩挲了一下，才松开手，嘴角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我知道。陆家一愣，你知道？周庭深点点头，目光落在他脸上，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专注。你的简历我看过，很优秀。陆家，他现在完全没心思听这些，满脑子都是周庭深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问题。难道是他穿越回去的时候不小心把周庭深也带出来了？可这也太离谱了吧！那个周经理，陆家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问：“你认识我吗？”周庭深挑眉，现在认识了。这回答滴水不漏，却让陆家心里更乱了。他看着周庭深转身回到办公桌后坐下，拿起桌上的文件翻看，侧脸的线条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和记忆里那个在温泉池边露出8块腹肌的纸片人渐渐重合。对了，周庭深忽然抬头，晚上有空吗？部门聚餐，算是欢迎你加入。陆家下意识想拒绝，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需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好。周庭深笑了笑，下班我叫你。接下来的一天，陆家过得浑浑噩噩。他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斜对面的经理办公室。周庭深似乎很忙，一直在处理文件，偶尔会和员工交代工作，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干练和疏离。可每当陆家看过去时，总能恰好对上他投来的目光，那目光里藏着的东西，让陆家心跳加速。下班时间一到，周庭深准时从办公室里出来，走吧。聚餐的地点离公司不远，是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部门里的人都很热情，纷纷向陆家敬酒。周庭深坐在主位，偶尔会替他挡2杯，理由是陆家刚来，不胜酒力。陆家心里更疑惑了，如果周庭深不认识他，为什么要这么照顾他？可如果认识，又为什么装作不熟？散场时，陆家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周庭深走过来，自然地扶住他：“我送你回去。”不用了，周经理，我自己可以。别客气，同事之间应该的。周庭深不由分说地把他塞进了车里，车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微风声。陆家靠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脑子稍微清醒了一些。周庭深，他忽然开口，声音带着酒后的沙哑：“你到底是谁？”开车的周庭深动作一顿，侧头看了他一眼，路灯的光线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我是周庭深，我不是问这个。”陆家急了：“你是不是从那本书里出来的？”周庭深沉默了，车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凝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认真：“陆家，我找了你很久。”陆家猛地看向他，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你离开的那天。”周庭深目视前方，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跟着你一起消失了，醒来就在这个世界，成了现在的周庭深。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开始找你。你的名字，你的样子，我都记得很清楚。我查了很多地方，终于在这家公司的招聘信息上看到了你的名字。”说到这里，他侧头看向陆家，眼里的情绪翻涌，像是压抑了很久的潮水终于找到了出口。“陆家，我说过我会一直记得你，也说过我爱你。”陆家看着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原来不是幻觉，原来他没有忘记，原来他真的跟着自己来了。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周庭深连忙停下车，抽了张纸巾递给他，手有些笨拙地想帮他擦眼泪，又怕他不喜欢，悬在半空。“你哭什么？”陆家吸了吸鼻子，把脸埋在手掌里，声音闷闷的：“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周庭深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伸出手，轻轻抱住了陆家。“我也是。”怀里的人身体一僵，然后慢慢放松下来，回抱住了他。车内的温度似乎在慢慢升高，窗外的霓虹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两人交叠的手上。对了，陆家忽然想起什么，抬头看着周庭深，那本小说的番外，那个找了我一辈子的周庭深。陆家笑了笑，眼里还带着泪。“是你吗？”周庭深低头，在他额
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是我，不过现在不用找了，因为我找到你了。陆家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忽然觉得花世文的剧情虽然离谱，但结局好像也不是那么糟糕，至少他的炮灰人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主角。